朋友们，大家好呀！好长时间不露面了，我又来了。最近换了个新的发色，是不是显得年轻一点？感觉有点红呀。我这不快到4月份了嘛，小老三马上就要入学了。很多人担心你家孩子这么小就能上学吗？会不会在学校被老师，就是老师有什么对小孩不好的地方呀？在学校里面会不会受罪什么之类的啊？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最近不是刚给孩子们开完家长会嘛，讲一下这个学校的这个情况啊。现在还得去市政府给小老三拿点材料，开车去，刚刚送完老大和老二。就给你们解释一下，很多人说啊，你小孩这么小，反正你又不上班，那你为什么要给他送到学校去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是3胎吗？因为老大呀，他明年就要上小学了，明年就要毕业了。如果老大毕业了之后，第3胎进学校的话，他就不免费了。所以说，必须在老大在这个学校的时候，而且都在一个学校，老大、老二、老三这3个孩子必须在一个学校的同时，这个老三才能免费。所以说，必须今年把他送到学校里面去。他们日本所有学校的这个系统，不仅仅就是说有老师啊，他们这个学生的家长也会组成一个就是那种团体啊，就是学生家长的这个委员会，然后呢去监督学校，给学校提意见，而且还是就是免费的去协助学校去做一些什么活动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大家所担心的呀，就是孩子会不会在这里面受欺负呀、受委屈啊，老师会有什么就是有不好的行为啊，这些基本上都没有。因为我们每一年就是我们学生家长可以自己就是说我自告奋勇的我要当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委员。因为我日语不太好，所以说我每年我都学弃权，因为我们这边学校也有中国妈妈嘛，他们也会有担任的。如果你说哎我随不随便都当不当，你就会被选上，因为它这是轮流的嘛。然后学校呢每一年都会要求我们学生家长给学校提意见。我呢也比较忙啊，反正我觉得学校还行，也没有啥意见可以提。日本家长，因为这次我们不是收到一个纸，上面写的就是你这次给学校提的这个意见的这个汇合，以及我们学校应对的这个解决方法，大概有6、7条吧。我就记得哈，有几条特别深刻哈。这日本家长其实挺细心的哈，所以就是你要说在学校里面老师要对孩子不好这那的，那日本这家长肯定不饶过他们。第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会去组织春游呀，就是去哪里玩啊，他们说我们会希望我们能跟孩子一起去参与，这是一个要求。还有就是你学校的哪的设施啊什么，或者就是这个停车场呀，我们接孩子的时候这个不方便，这都是基础的设施嘛，这会硬件条件这个改造起来有点难，他们就是觉得不满意嘛。还就说你这个学校存在隐患，有的时候是那个门啊孩子都能开，然后学校就是在门上又安了一把这个锁，让孩子打不开，就是安全隐患的问题啊，这是必须提的。但是我们家长就是有的时候像我们这种粗心的都想不到。还有就是说就因为我们最近不是有学校不就是特别容易传染的地方嘛，有人担心你家小老三这么小去学校这个生病啊啥的。他们日本的家长就很细心啊，就说你有个要求，就是如果你们谁得了什么流感，得了新冠，你们要第一时间去通知我们家长，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我们该不去上学就不去上学，去避免去得这个病。但是呢这个很难做到，因为有的时候是保密的，就说你这学校谁得了这个病那个病就是不会去点名道姓的去说，因为就是也是怕歧视或者是孤立呀或者什么，就会有影响不好。意见哈，我就有2点就感觉特别惊讶。一个就是他们日本家长是挺细心的，还说你这老师天天戴着口罩，孩子看不见你的脸，他不有那个心掰吗？就是感觉很担心很焦躁。这哪个老师？其实小孩哈，你说你戴口罩他也能认出来你。他就说你能不能你别戴口罩那个让孩子能认出来，或者是你在身上弄一个什么标志能看出来你是谁。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说
老师经常对孩子就是没有那个笑容，我就觉得很奇怪哈。你这个老师都戴着口罩的，家长你能看出来老师脸上有没有笑容？所以说这2点他们就是严厉的批评学校，你必须对孩子一定要有笑容。所以说你要在说学校老师对孩子不好，那家长第一个站出来不乐意。所以说我们也不怕孩子啊，8个月小老三8个月就去学校受不受欺负之类的。然后我们这个小老三的那个在学校里面吃的呀、喝的呀、奶粉呐，都是学校包了，对吧？小学校就把人家上学去了，学校包了，所以就是收了。老妈说什么？没把我小包搞收了，我小包在哪里其实喝了对一的嘞，在哪里没把我小包搞收了？不会的，小胖妞，看我们这新买的小人家跟老师说好呀。小腿儿。跟老师说，老师肯定，老师有写，哎，平时吃什么，有没有什么吃过的，都调查好了，全部都是。上次不是开家长会呀？我小包起还好嘞。把他们的就是所有的生活习惯呀，几点睡觉，几点醒，几点喝奶，几点吃辅食，吃什么东西啊，全部都写好了。哎，老师就是按照教科书一样的给他们养，所以就不用担心啦。哦，想睡觉了，哦，小宝宝，那我们就准备上学啦，对不对？不用担心啦，你笑，耶，耶，拜拜，拜拜，哎，而且拜拜，拜拜，宝宝拜拜，拜拜，拜拜，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拜拜。哦，拜拜，下期视频再见，拜拜。